院长觉得下轮牛市什么时候会来？下轮牛市明年可能没有吧，明年年中之后吧。明年都没有，明年年中之后，我觉得明年年中之后吧。就是那会不会在减半之后，然后先杀一波，再来走牛市？你312吗？不太好说这是312吧？其实这个不是我们能决定的，市场决定的啦。那杀不杀不一定，杀人的方法很多，不一定是跌，震荡也是杀人。哦，真的，对吧？比如说深有体悟。你市场走成一条横线，那走到不动了，那基本上也是在杀人啊，把所有人都赶出去啊。但是比如说现在这个市场的情况，你懂的，还是不是特别的凉嘛？因为我17年进场到现在6年了，18、19年的时候，情况肯定就比现在更糟糕，就是市场都没人，对吧？没有用户交流啦，没有这个交易量啦，然后也没有人去做更多的这个，像什么项目啊、交易啊，各个方面都没有啊，对吧？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好像还没有那么悲观嘛。现在交易量还没有像还没有像当时18年那么惨的吗？现在交易量有点开始惨了，现在交易量可能跟去年12月份差不多，对吧？但是你说去年12月份多，那你不通过价格下杀来杀人，那就是震荡了。那你看要震到什么时候呢？你能决定吗？我决定不了，主力决定。下周周一确实有事情哦，下周一那个 SEC 要判币安 US 那个事情了，所以周一可能会有消息出来。前低有没有可能破？前低有没有可能？就15000。说句实话，如果我们学技术分析来看，它很难破。技术分析很难。如果不是技术分析，它是有情况破的。比如说有一些像 FTX 这样子的黑天鹅出现，它就有机会破。但如果只是技术分析，它破不了，它真破不了。技术分析能破吗？你觉得能破吗？我觉得不可能吧。现在哪套技术分析能分析它能破？有一种波浪理论，但波浪理论现在要分析它破概率太低了。就是有，但是它是最低的概率，你现在去谈及它没有任何意义啊。那其他的技术分析应该都判断不了破15000，所以我觉得没有机会。那我们讲个世俗一点的东西啊，院长觉得我们下轮牛市最高点能到什么地方？33万。33万，对，是怎么得出来的呢？我们17、18年的时候，对吧？问大家下一轮比特币涨到多少，大家都希望是33万，因为33万这个价格是彩虹那个有个彩虹桥的那个最高点，就是33万刀。彩虹图的最高点。对，彩虹图最高点33万刀。基本上我认为是33万刀吧。当然了，这个东西，你说33万嘛，这只是一个预期吧，最后还是由市场来决定的。但是我觉得加密货币市场未来应该会走得比较长久的。比较长久，对，所以可能不是一轮牛市到，可能是好几轮牛市它才到了33万这个价格，甚至以后会更高。但，它这个过程可能会像黄金一样漫长。黄金走这么久，走了20-30年吧。对吧？那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这么一个过程。是。那黄金我们也是 ETF 现货 ETF 通过之后就开始，但是它其实你去看黄金现货 ETF 通过之后，它没有暴涨，它只是慢涨。对。那慢涨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嘛，对吧？可能消息刚过的时候它能暴涨，但是最后的上涨是需要资金慢慢的涌入嘛，所以这个时间肯定是需要比较长的。所以我觉得做交易吧，看这么远没有任何意义嘛，对吧？是不是？你不是在2万定投吗？我觉得2万定投确实是不错的一个策略啊，对吧？但是主要是要拿得住，就是要拿得久，是吧？因为如果只是说你做短线，可能2万进场3万就走了，那这样的交易，当然也有意义啊，时间框架问题，是吧？你今天怎么穿得这么帅来做采访？因为我是看那个它上面的 timetable， 它就写说 business schedule， 我想说，那应该要穿个西装吧？没有，我们穿下我们的工服过来看看就而已了。对。